之所以被无数人称为更像王林亲儿子的人，并不是因为血缘，也不是因为天赋，而是因为在所有跟随王林的人里，只有13把站在他身前当成了一种本能，而不是选择。13不是天才出身，他出生在妖灵之地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子里。如果没有王林，这一生的结局早就写好，老死山野，连修行的门槛都摸不到。王林踏入妖灵之地时，本就打算在这里扎根，培植势力。第一个被他选中的地方，正是13所在的村落。炼魂之法被直接传下，本是给整个部落的机缘，却偏偏在13身上显露出了不同的结果。他学得最快也最稳，魂幡炼制，魂力操控，主魂选择。他几乎每一步都走在所有人前面，甚至最先收服了一头强大的虎妖作为主魂。那次反噬几乎要了他的命，也是那一次王林第一次真正出手。一个眼神，虎妖低头。从那一刻起，13心里再没有别的师傅，他开始模仿王林，不是刻意讨好，而是潜意识里的靠拢。说话的节奏，行事的方式，面对生死时的冷静，慢慢都带上了王林的影子。部落也逐渐默认了一件事，王林是老祖，而13是最像老祖的那个人。真正决定13命运的并不是他的天赋，而是后来那一场几乎断绝一切修行可能的折磨。为了逼他说出王林的下落，天水部落长老对他下了死手，经脉尽断，神魂受创，被炼成活战书，只为引王林现身。那不是羞辱，是明摆着要把他碾碎。但13没有低头，王林杀上门，把整个部落连根拔起。仇是报了，可13已经无法再走原来的修行之路，身体无法吸收灵气，按常理这个人已经彻底废了。可13偏偏不认命，哪怕痛到无法站立，哪怕修炼只剩折磨，他依旧日夜不休，只想重新成为修士。最终是他的意志逼得王林改变了决定，巨魔炼体之法被传给了一个本不该再有未来的人。这条路比炼魂残酷万倍，每一次晋升都是把肉身往死里打。13没有犹豫，从那以后他不只是修士，更像一把随时挡在王林身前的兵器。进天妖郡，他替王林出手，守卫不服，他一拳碾压，甚至连王林喝水他都要先试毒。夸张吗？但这正是13的逻辑，王林不能有任何意外。后来虎豹叛变，王林消失，13被关进大牢，所有人都觉得他被抛弃了，只有他自己始终坚信一件事，王林一定会回来。事实证明他赌对了。被救出之后，13正式被收为弟子，也是从那一刻起，他不再只是追随者，而是开始替王林主持一整个炼魂部落的未来。短短时间内，部落从数千人扩张到10万里疆域内的霸主，最终族人近100万。哪怕王林不在，部落依旧只认一个精神图腾王林，而13始终站在那个位置上。再后来转世仙冈大陆，他改名王石，从不肯再拜他人为师，哪怕宗门大长老亲自示好，他心里也始终只有一个师尊。碎孽巅峰，斩3部大能，杀伐之道毫不留情。直到王林出现，他才终于找回一切。这一次王林没有保留，神通、道统、五行本源尽数传下。13也真正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存在。他这一生做过无数选择，但只有一个决定始终没有动摇。无论在哪世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要站在王林身前。所以说13之所以更像王林的亲儿子，从来不是因为偏爱，而是因为在所有人都在追随王林的时候，只有他把守在前面，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使命。